非常感谢各位抽出宝贵的星期六下午的时间来到这个历史悠久的建筑物，观看这个风筝不断线，一部有关于吴冠中大师在1990年在新加坡举行个人画展的时候拍摄的纪录片。那首先我要感谢国家美术馆，让我们这部纪录片有重生的机会，再一次呈现给大家。那么一部纪录片的诞生呢，很不容易的，是需要一个团队的努力。那么今天这部片的摄影师黄耀文，各位请站起来。谢谢。有了拍摄之外，也要有剪辑师。今天剪辑师严素昭 Adeline 也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观看30多年前一起制作的纪录片。那么当年1990年呢，我是星期二特写的监制。星期二特写是在1989年4月18号起播的。当年我们都是一群很关心社会，只要有触动人心的故事呢，都希望能够录制收录在星期二特写里边。那么当年1990年的中文华文时事组的主管是朱亮亮女士。朱亮亮女士呢，在一个周末看了吴冠中先生的画展之后呢，星期一早上就告诉我说：“丽凤，有一个画展很不错的，你去看看，看能不能做星期二特写的题材。”就这样，因为当时那个星期二特写的人手也很有限，所以我就亲自去看了画展，那么自己就进行了这个编制。这是吴冠中在新加坡，对不起这是吴冠中在新加坡第3次的个人画展。在之前呢，他已来过2次。是在1988年和1990年的4月。那么，我之前都错过了他的画展，所以在看了他的第3次的画展之后呢，我觉得他用的颜色非常的鲜艳，是一个水彩跟粉彩的画展，可是呢的题材是很新鲜的。那么对我来说，水彩要画得好呢，很不容易的。那吴先生却能够把人物和风景画得这么样的生动。欣赏了他的画了之后呢，我便联络了吴冠中先生。那么对我们来说呢，星期二特写呢是要面对很多观众的，单单只是拍摄他的画展，还有访问他，足够吗？够精彩吗？观众能够接受吗？这是我们常常要考虑的。那么刚好他那一年也出了一本书，叫做《要艺术不要命》，我就赶紧去买了这本书看了。那么就只有这样的一个调研的一些来源不多。那么我们再想想，从那书里面呢，他也看到了他是一个绘画的理论家，这样的一个人呢，他应该可以跟我们解释为什么他要画画，哪一些地方美的让他要动笔来画。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讲故事呢？观众为什么要看我们的故事？观众又能够从我们的节目中得到什么？那么对观众来讲有什么启发？这是制作人脑子里都应该想到的事情。那么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大师呢？我也很好奇。那么他的艺术观点是什么？
他的工作的态度又是怎么样。第一次我看到他写生的时候呢，那种眼神是好像很饥饿的、很饥渴的眼神，就是他看到美的东西一定要很快很快的把它速写留下来。所以在拍摄的时候呢，我说跟摄影师说，这个眼神这个大特写一定要拍到，所以对摄影师来讲是很大的挑战。那么我们要怎么样讲他的故事呢？他对生活的态度又什么样？那么这是他儿子说的，他已经把全部的情感、生命都投入到艺术创作之中，外在的东西对他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在拍摄整个过程中，我也感受到这一点。那么主题又是什么呢？只是访问他，拍他的作品，观众会不会觉得很闷啊？太过干燥？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观众的那个大师的眼里看到他看什么？他看到怎么样的一个素材？他背后的推动力又是什么？所以从这几点，我就跟他了解了。那么在决定了拍摄的地点，到底要拍些什么？那么大师的时间呢？因为他在这新加坡画展停留的时间有限，就这么几天的时间，我能够在这几天做些什么呢？那么最主要就是要先跟他做访谈。要做访谈的话呢，可以通过他的艺术观点和作画的经验了解他本人。那么在拍他的一些作品，他作画的过程，包括他写生，那么他作画的动机又是什么？他说美，到底什么是美呢？那么从他眼里看到哪一些东西是美呢？从这几点出发，我们就再想想他要拍摄哪些地点。在他的画展中呢，我看到他有很多风景的画。那么我在想，大概大师对这些风景会比较爱好。那么所以访谈的地点呢，可能要找一个风景比较优美、光线照明比较好的，而且要比较安静才能够录音，收到他的访谈的声音才会清晰。那么在他的书中呢，他也说他爱走遍天涯，到处寻找形象特色。到底新加坡有哪些形象特色呢？在90年代，那我就一想到，从他的画展中，他画了很多渔港，也有很多这些海边的一些画面，所以我就想，新加坡的樟宜海边应该可以让他心动吧。所以我们就把他带到那个樟宜的帆船俱乐部，那么很高兴的，车子一到了，一下车，大师就很开心的就往前走，就看到一个一个的帆船这样停留在那边。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很平常的事嘛。那么这是我对不起，这是我后来上个星期再去拍摄的。这帆船俱乐部呢，他就在这个地点作画，然后这个景还是好像跟以前一样，差不多，没什么改变，那么我们也在同样一个地点呢，也做了一些访问。我们先听听大师怎么说。在里面很重，那个重点在里面呢，好多音符啊、黑点，所以我看到呢，横、直、黑白那个黑点构成一种腔调。所以就是这样让大师心动，让他提笔作画。画了画之后呢，大师心情特别开朗，特别好，所以我们跟他做访谈也特别的顺利，有问必答，什么事他都愿意回答。他也跟我们分享了他
画画的经验，还有他回国的原因和他的资源。就这样，我们觉得哇，当天的收获很不少，很开心。那么其他的画画地点会有哪一些呢？他也在他的画展上看到很多，我们在他的画展上看到很多椰树啊、椰林这些，所以我就想，新加坡90年代那个时候，三巴湾还有一些椰树，所以就带他到这个钓鱼的地方，让他画画。那么他也提到，钓鱼的人比吃鱼的人还要享受，所以就刚好有这样的一个画面配在他的那个访谈中。那么其他地点他也在这个印度画了那个印度花式，所以我就想到印度庙。那么牛车水是新加坡的特色吧，应该带他去。那么还有飞禽公园，那么为什么带他去飞禽公园呢？因为那个时候飞禽公园有一个100米高的瀑布，在90年代是东南亚一个排行第一的一个瀑布，人工瀑布，所以就带他去那里。那么可是到了飞禽公园呢，大师没有动笔。没有动笔我就急了，因为他不动笔好像没什么话题，没什么内容啊，所以就在那个地方就跟他访问了关于审美观，他也跟我们解释了啊。对大师来讲，这个100米的瀑布不算什么。那我们听听他对美和丑之间的关系吧。如果克莱欧巴乔的比只高1分，罗马的历史要改写了。怎么呢？高了1分，它不好看了。所以大师在现场也跟我们解释这个美和丑的关系，还有他的审美观。所以我们知道原来大师对自然界的美会比较欣赏呀。那么一到了飞禽公园呢，他第一件事，在原来飞禽公园他一到了他就下了车，在入口处有一群的这个彩色缤纷的这些鹦鹉，大师非常的开心，他就立刻拿起他的笔要画画了，而且在那里呢，他跟鹦鹉玩得很开心，笑得非常的灿烂，非常的开心。这是他在新加坡飞禽公园所做的写生。他也在刚才片中，他跟大家讲的，就是他看到的线和点，还有这整个是一个唱腔。对他来讲，不但只是看到画点和线，他也听到音乐，因为他觉得那个好像是一个交响乐一样。这是一个成品，这一册是在1988年他写的，所以我在想，他应该是在这一次不是第一次到飞禽公园，他曾经去过。那么或者是那个时候我看到的资料是，这个画是在新加坡动物园，所以我到现在还没搞清楚，那时候动物园可能是有鹦鹉，也不一定呀。总之，他不是第一次看到鹦鹉。那么之后呢，他回去做了一系列的鹦鹉的画，画得很美，颜色很鲜艳。那么，我们接着就带他去牛车水，我们听听他在牛车水的一个片段。方块那个颜色也亮，都方块。以后等到印度庙的时候下面都是重的，红啊、黄啊、绿啊，用色彩的。上下的呼应。在牛车水呢，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在我眼中应该是很多玷污矮矮的，也有五角鸡，那是新加坡的特色啊。可是呢，大师一过了这个新加坡河，在大波桥南路的地方呢，他说可以了，他要下车，他就下了车。我们
就跟着他，他就找了一个地方就写生，就找到椅子就坐下就写生了。他不是往五角鸡看，他是往上看。原来新加坡的特色就是我们的那些挂在外面那些衣服。哦，接着他画完了那个牛车水的景之后呢，他就把椅子还给人家，然后接着就很快的就跑到要走到那个印度庙去。他走路呢是健步如飞，他当年已经是71岁了。我们的摄影队呢是追着他跑的，才能拍得到他那些画面。所以这老人家真的是很佩服，他是真的是一心想要画画，一心想要把美的东西给留下，其他什么都不管了。那来到这个印度庙这个地方呢，没有椅子，他就坐在地上画画了。所以真的是从心里很佩服这个老人。那会有个伞吗？这个曲线呢，这边不要了，所以这里没有那个弧线，把这个伞呢弄到这边来了。哎，这个呢，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以前不让人家拍他写生的情景的，所以我们觉得哇，这是一大的惊喜和收获，因为我们拍到了这么好的东西，他又讲得这么清楚，为什么要把那个东西移过来移过去，然后，所以我们是收获了不少。所以，对我们来讲呢，是第一手的资料，我们很开心在这一天，他能够很主动的、慷慨的告诉我们他怎么样把一个画给完成。那个画画的手段是很不容易的。他愿意跟大家分享，所以当年就是这2个景配在一起，变成一个新加坡的印度庙。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建筑还在，现在上个星期我回到同样的地点，已经不一样了。这幅画呢，在4楼有展出，他已经把这幅画捐给了国家美术馆。所以你们待会有时间可以去看看，可以慢慢欣赏。这是当年的情景。上个星期我回去，这个地方那个建筑已经建好了，然后这个店屋已经被拆了，现在是叫 Cross Street Exchange，然后印度庙的那个地点呢，让发烧友们参考一下，是在这个 Muhammad Ali Lane 的第3条柱子，它就在这个地方。从这个角度呢，可以看到那个印度庙，挺好的一个角度。所以他拍摄这一段呢，我们当然很惊喜、很高兴。不过对摄影师来说呢，是很大很大的挑战，因为编导又说要低角度，要看到物景，要看到他们夫妇2人的表情，然后要看到他的大特写，眼神的大特写，什么都要。那么那时候的拍摄呢，就是一台机器而已，所以这个摄影师呢是很了不起的，非常老练。所以我们的摄影师毕竟是很老练的，能够把这一些镜头和整个过程给拍摄下来。现在回想起来呢，当时我们真的是追着他跑的，一直提醒能不能慢下来，慢下来。可是他就是很快的，一下子一转眼他又画好了，所以我们一直在提醒他慢下来，慢下来。所以这个场面呢，你问我，我好像在昨天一样，因为这个大师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71岁的老人家呢，动作这么快，
所以你们可以再回到原点，再看看大师当年为什么能够把这个特色给画下来。那么除了这些拍摄素材都有了之后呢，观众又怎么样呢？看了没有什么，好像还不够触动人心嘛。所以我们就要想啊，他跟他的关系，他在他的爱艺术不爱命，要艺术不要命的那本书里边呢，有一篇文章讲到他和他，他说他常常跟着他去写生，所以我们就想，是不是能够请师母上镜？因为当我们起初拍摄的时候呢，他一直都是保持一个距离，不让自己上镜，不让自己入镜。那么然后我跟吴先生说了，就请他告诉太太能不能上镜。那么他说好，我回去跟他商量。那么第二次我见到我们在拍摄这个画展的时候呢，吴太太也在场，我就走上前跟吴太太说，我们在拍一个写实的纪录片，希望能够很真实的表达吴先生作画的情况。那么是不是你能够跟他在一起，让我们拍一下？吴太太也是听了也没有答应。那么不过呢，我后来很幸运的，第二天他把儿子也请上来了，所以在片上你看到有3个人一起呀。所以我觉得吴太太她是一个很贤惠的一个妇女呀，她就让我想起Mrs. Lee Kuan Yew 呀，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一个非常贤惠的女性。那么讲起吴太太呢，她的名字是朱碧琴，她是在1932，等一下我再查一下，她是在1923年出生于湖南的农村。那么在1940年，因为抗日战争发生了，所以他和他的家人就前往到重庆。在这个期间呢，他遇到了吴冠中先生。那么在1946年，他们在南京结婚，就从那时候开始了一个跨世纪的婚姻长跑，差不多有63年。当时他们结婚的时候呢，吴先生27岁。吴太太朱碧琴女士是23岁。那结婚之后呢，吴先生就立刻飞去法国去留学了。那么当时吴太太已经怀孕，长子可宇。那么所以一直等到吴先生回到中国的时候呢，可宇已经3岁了。那后来呢，他们再添了2个儿子，一个叫有红，一个叫吴义丁。这张照片呢是很有历史性的，由我们的人呢赖英里从那个国家美术馆里边调出来的呀。我没有看过这张照片，这还是第一次看到。那么这张照片是他们在1974年拍的。其实在吴冠中回到中国之后呢，他经历了很多苦难。那么文化大革命10年的文化大革命也影响了他们一家人。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他们一家5口下放到5个不同的地方去，一直到1974年才回到北京的住家。所以这张照片真的是很珍贵，是他的长子捐给国家美术馆。吴先生我们知道他除了画画之外呢，他也写文章，写得很好。那么当我们
当我决定了那个节目的题材叫做风筝不断线之后呢，我就赶紧叫吴先生，你能不能帮我们题字？那他也一口就答应了。那么所以可是那个时候摄影棚的空档很紧张，找不到摄影棚，我就说能不能在你住的地方，就是他们当时是住在一个服务式的公寓里边，service apartment，这样我们看了那个地点，我觉得还可以模拟他家里的一个情景，所以就在那里拍摄了他的在那里题字。那么我们准备了毛笔跟宣纸，准备让他去挥毫，没想到吴先生看了，他说他要求我换成他要用硬笔，为什么呢？他说他的手有点抖，所以用硬笔比较好，所以我们赶快去买了硬笔，黑的硬笔跟大的卡纸给他写字。所以这个字就是他当年写的。他在写的时候呢，他总共写三次。为什么呢？因为他每次写完了，他就给他太太看。所以到了第3次，太太才点头满意为止。所以我觉得他们夫妇，这吴先生他对太太很重视他的意见。所以在同一个地点呢，我们也模拟了拍摄了他们吴先生在家里写作的一个情景，所以也拍摄到他们一点交流的一些镜头。虽然这些都是没办法中的办法啦，因为没有办法去到他家里拍摄嘛，所以只能够就地取材，就这样拍了。这是吴冠中第3个儿子吴一丁说的：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呢，一定有一位贤惠的、通情达理的女人，一点都不错。在他父亲的背后呢，他的母亲默默无闻的、心甘情愿的为他的事业奉献出他的一生。那么虽然事过了30多年呢，我对他们夫妇的印象还是很深刻，因为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简朴、很安静的，两个人都非常安静，那么很简朴，那么互相尊重。因为我问一个要求，他要回去问来问去。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尊重对方呀，不去怎么讲，不去为对方做任何一些妥协呀，总是要听对方的意见呀。那么在这里呢，我第一次看到吴冠中先生，我觉得他是一个大师，可是他就是没有那个价值，一点价值都没有。就是你跟他谈话什么非常朴实，像个老师一样，就跟老师讲话一样。所以在工作起来呢，我们可以说是很顺利、很方便的，因为他就是能不能他直接跟你说，要不要他也直接跟你讲，他一点都没有说怎么样的摆架子呀，所以是一个没有架子的一个艺术家。那么拍了这部片呢，对我有什么启发呢？我觉得在失意的时刻呢，要能够像他一样，遇到什么挫折呢，也要像他一样，就是不要放弃，可以后悔，不要放弃。那就像他一样，他从来没有打击他的志愿，他作画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的工作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都走在十字街上、十字路口，很多时候都有很多挫折，很多很失意的时刻。
可是就不要放弃啊。那么要寻找自己的道路，对我来讲呢，也要坚持，不要有些东西也不可以随便妥协，需要做的事情应该去做。那么经过了这么多年，大家都会看到了吴先生终身的奋斗，可以看得到东方还是西方，到底哪一条路走得更远。所以这几点都是我从节目中所得到的一些启发。那么有什么收获呢？收获当然有，至少我现在能够看懂他的话，有线有点。那么这些线和点呢，对我来讲呢，在我事业中，我后来担任了中文电视新闻和时事节目的总编辑。我把新闻当成是点，比如说冠病这是一个每天都要报的一个新闻点。那么如果能够把这些新闻后边的故事怎么样影响民生，可以可以通过这个财经的角度可以通过前线追踪的角度去探讨这个民生的问题，也可以从一个焦点的角度去探讨对国内外的影响。那么还有就是星期二特写，你可以在背后探讨一下，拍摄一下他们哪些触动人心的医务人员或者这些志工的一些故事。所以对我来讲呢，线和点真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一幅画。所以如果就是当时我们拍摄新闻来讲，拍摄时事节目来讲呢，就是一个线和点。那如果能够这样的去做呢，就能够很全面的去报道一个事件或者是一个课题，那么也能够报道更加的透彻和深入。那么吴冠中的那个哲学呢，风筝不断线，对我来讲呢，他的话是让群众点头，专家鼓掌。我们做电视节目也一样，你如果能够把节目做得好的话，观众能够点头，遇到专家他也是能够鼓掌，那也是最好的。所以星期二特写或者是时事节目，我们通常都要深入浅出，能够让大家看得懂看得明白那么内容方面呢，也要让专家们就是佩服，就是说有一些事情，比如我在做一个纪录片叫做细胞工厂，我们那个时候是拍这个 biotechnology 生物科学。那么生物科技是一个很 dry 很硬的一个题材。可是在我们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到原来细胞就好像一个工厂一样不停的在制作。所以当我告诉那个科学家说我们的节目叫做细胞工厂，他就很开心，他说你们怎么找到这样的一个名字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从大师的观点学来的，我们就受益很多。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当然他也送了我2幅画，我觉得那是他们两位对我非常好，太太也点头说给我2幅画。那么另外这节目做完了之后，我有把光碟发给这个大师的回馈是很自然不造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真诚的回馈，是一个肯定，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鼓励。不走了 OK。 所以这个节目拍摄完经过2个月的这个剪辑之后呢，终于在7月10号晚上播出了
所以你们看到这个节目里边有很多镜头是 intercutting， 就是你看到远景，然后再看到他的画，这一些还有那个音乐也配得很好，这是我们剪辑师严树造的功夫。好，如果你们想他吗？就去看他的画吧。这是大师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觉得挺好的。这幅画也在楼上，你们要去楼上的话，先去1楼登记了，才可以上去4楼。OK， 谢谢各位。非常精彩的这个特写啊，短短的30分钟，其实我们可以从方方面面去了解一个20世纪中国一个很伟大的、很重要的艺术家。同时我们也知道谁是吴冠中先生的领导哈，对吧？那就是拍了这么多东西哈，我特别想知道，就是说还有什么你特别想拍而又没有拍到的方面呢？那通常我们做完一个节目呢，是不会满足的。我们就是改到最后1分钟播映为止。那么这个节目呢，我觉得我感到遗憾的就是没有办法拍到这个吴大师在他自己的工作室里边工作，因为一个艺术家呢，他在自己的工作室里边的创作，那个镜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到目前为止，你们看到的其实只有他写生的镜头。他真正的一个完整的创作过程还没有完全被我们给拍到。不过刚才您说的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就是跟大家分享他怎么样去画画。我觉得那一点他是很慷慨、很无私的跟大家分享他的创作的手段，这是很多艺术家不愿意跟大家分享的。不过他却就是在你面前，就好像老师这样跟你讲怎么样的，所以我对他就是很敬佩。就是很多人的反应就是说，吴大师呢，他除了作画之外，他其他的生活上的细节啊、饮食啊，他都不太在乎的。那你们拍他几天，有没有跟他们一起吃过饭？从来没有过。他就写作完了，拍完了他就走了，可能是跟他的儿子有约会，所以我们也让他有一些空闲的时间。那么对我来讲，因为也很赶，所以我在他没有空的时间，赶快去实地考察那些要拍摄的地点。那么不过他在访谈里面，他就很直接的说，他对吃啊、穿啊都不在乎呀。那么你看他跟他太太的衣着方面也是很简朴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对这些都不重要了，对他们来讲。很多人都是非常专心一致的哈，那因为今天的时间其实也不太多，但是呢，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观众来提几个问题吧？有没有想提问题问我们王老师的？有没有人想提问题？哎，好，稍等一下啊。So I'll ask in English. Sure. So what are his views of the future generation of painters, like the next generation of painters? What are their views? Any point on that? You mean what is the inspiration of Wu Guanzhong to the future generation of painters? Next generations of artists? Yeah. 我用中文来回答你的问题啊，他是问就是说，吴冠中先生对新一代的艺术家有什么启发哈？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老师。我们在这个吴冠中游于艺这个展览的之前一个展览呢，就是有教学记 Learning from the Master。Learning with the Master，OK， 那就讲述了他在中国曾经在
清华大学啊，还有几个学校里面呢当过美术老师。那他对学生的这个要求呢，他对自己的要求其实就是一个叛逆的师承。你向老师学习，但是你不能走老师的路，你要自己创新。所以他当时就是教学季那个地方呢，我们知道他在1978年中国恢复了高考，招了一批美术学院的，就是来上大学的美术学院的那些学生的时候呢，他还要就是这些学生其实那个基本功绘画的功都很好，但是呢对于什么是美，他们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就是已经被那个写实主义的这种绘画方式所拘束了哈。所以他做的事情就是让他们放下这些写实主义的一些包袱，然后去观察这个世界，观察你的周遭，然后才去把那个形式美他强调的这个是点线和美这个面这样的一个形式美来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他对新一代的这个艺术家的一些启发。可以补充一下，我觉得他把这个水墨画给突破了，因为他把水墨画给现代化。很多时候我们听到水墨画就是山水画，或者是没有那种感觉，就是用水墨画来画这些风景、这些人物，他却能够画得很那个风景画得很写实，很生动。所以我觉得他是把这个水墨画给现代化了，那么应该会影响到以后的一些年轻的画家，就是把这个中国水墨画给突破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哦，我们这一次的展览其实就是用它的抽象化来开场，也是就是向大师学习，就是放下你固有的这些审美的习惯也好方式也好，我们打破自己的这个局限，开放我们自己的头脑，然后进行探索。这一位。王导您好，我刚刚看了您这个纪录片，我觉得做得非常好，谢谢。然后他提到他这个画画，他说好像有一个是自己情感的表达，那第二个呢也有一些就是同行之间的一种竞争。他说赵无极比他还晚去了这个巴黎，然后后来回中国的时候是一个VIP 的人物。然后我在想，他这个把这个100多幅的画，这个就是捐给新加坡的这个博物馆，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啊？就最大的原因，你觉得是不是有可能是这种自己这艺术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定位啊，或者是我只是觉得您的那个感觉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他会把这么大的100多幅的画捐给新加坡？我觉得他对新加坡非常的好，他很爱新加坡。那么他的孙子也在新加坡，那个时候是在新加坡念书，他的儿子也在新加坡，所以他对新加坡的印象是很好的，他才愿意把这么多幅画给捐出来，而且第一个捐献的博物馆就是新加坡美术馆。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珍惜。是的，我也补充2句，就是其实吴冠中是把他的作品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捐给了新加坡的国家美术馆。那其实他跟新加坡的渊源也是很深的。早年他去那个巴黎留学的时候，其实就是坐船有经过新加坡，所以当时就给他留下了一个第一印象。但是后来在80年代之后，其实他在走出中国走向国际的这个过程中，其实1988年在新加坡也举办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吴冠中的展览，所以这是他早期非常重要的一个海外的个展那这个展览的图册呢，其实我们在4楼的展厅也有呈现给大家，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所以就是可能方方面面的原因就是使得吴冠中对新加坡是有非常深的感情，而且新加坡是一个中西可能是一个交汇的地点所以在文化上也是一个和他的理念一样，就是融合中西是这个原因。
对对对对，是。因为他的这个毕生追求的一个2个理念，就是一个是国画的现代化，一个就是油画的民族化。那么就是结合中西吧，又有东方的情韵，又有西方的技法。那么在他来讲，他对新加坡的印象就是新加坡非常有东方的这个价值观，但同时呢也非常的西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之下呢，对他的作品其实是非常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很多早期他在新加坡办的这些展览，那些画作是一抢而空的，所以他能够知道，就是新加坡人其实能够理解他，能够欣赏他。那我相信这个也是他愿意捐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而且早期他不是很出名的时候。我们画廊的一个老板很早就看到他的画了，所以一下子跟他买了很多画回来。那么他还很担心说，你买了这么多画，会不会有人，会不会卖不出啊？那么画廊的老板说不用担心，这是我的问题呀。所以他的画呢是他自己也说他是在艺术里他是中西的混血儿，是 Eurasian， 所以在新加坡呢，我们很多人都比较开放，比较能够接受，所以他的画在新加坡其实卖得很好，所以也是这样让他的名声更响。那个画廊老板非常有眼光。确实就是我们这一批得到他的捐献的画作，确实是我们的一个宝藏。所以作为新加坡人呢，我们真的也应该非常感激这一位艺术家。我们也必须要珍视我们自己手上的收藏。那能够就是时不时展出他的画作，想他的时候就去看他的画作吧还有哪一位有问题的吗？你好，刚才王导说通常吴冠中他这个画画的时候，他写实的时候是不让人拍摄的有没有请问有没有为什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他没有说特别的原因，他这次在他的文章里边有写过，就是他因为他早期的时候就是在很偏僻的地方画画，所以当时是没有人跟他拍摄过的呀。有些艺术家可能真的不太愿意，就是说你看着他来作画，因为比如说他做完画，他要问他领导点不点头，对吧？他可能不愿意你看到他这样的镜头。其实，在拍摄的时候，我都有点担心，因为他的动作很快，我如果一直叫他放慢，会不会影响到他？会不会他发脾气？我也不知道。不过我们就是尽我们的能力，把他的那整个过程给拍摄下来。所以其实呢，他在写生的时候很快，所以很多地方其实可能错过了。可是我们有很好的这个剪辑师，到了他们手上，他们把最重要的东西给接在一起，所以你们看起来觉得好像都很连贯的呀。不过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们是看得到很多东西我们错过了，或剪出来有好的剪辑师就看起来很顺。真的是非常感谢王丽凤和他们当时的这个摄制的团队，真的，不然的话呢，我们都没有机会看到这么精彩、这么珍贵的镜头。好的，还有哪位观众有问题吗？好，那一边有一位。我可以提问吗？可以，我们先从那边，因为刚刚他那边先举手了。请问是后面那位吗？还是我？你先。好的。就说刚才看到了这个吴大师在创作的时候，
都是速写或者是说写生为主。那么呢，写生完以后，他的作品带回去，形成水墨画的时候，有花多长的时间？你们当中有没有就是了解到？再有就是说，他做写生创作的时候，是有种移花接木，或者是说挪移那些场景。那他在做这种思考的时候，会不会有一定的时间，还是说很迅速的就把它给表达出来了，呈现在纸面上？对，谢谢。刚才您说的那个写生，就像他刚才所说的，写生只是给他一个题材，所以他回到家，他要加设，还要加很多东西进去，所以这一部分他没有给我们拍到呀。不过他加了颜色之后有给我看，所以我就立刻就拍了呀。那一部分的工作我们拍不到呀。那么你第二个问题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把那个作品就是就是创作的时候，他有进行一定的思考吗？我在他的文章中有看到他写过，他就是他的习惯就是，其实他在写生或者作画之前呢，他已经整个全景看过了，所以他来这一次我们拍到的，他已经在新加坡第3次来了，所以我觉得牛车水也好，印度庙也好，他已经想过很久了，他已经知道要画些什么呀。所以，他是整个全景看了之后，已经有个构图在他脑子里，所以他才会下笔。对，就相当于了然于胸，一气呵成的样子啊。另外，我在想，就是那个时候他的作品的价值是多少？想了解一下，对。我们从这个影片里面可以提到，都是当时他有一个高仓遗址啊，好像是卖了40多万新币，那是32年前，对，现在肯定不止了啊。但是在美术馆里面呢，我们就从它的艺术价值方面去欣赏它，我们很少去关注它的这个价格。就是像吴冠中先生本身，他也不太在意自己的画到底卖了多少钱，他只愿意就是说群众鼓掌，专家点头，大家认可他的这个作品。对，谢谢。还有没有哪一位？我可以提问是吗？移花接木是他惯用的伎俩哈。OK， 我想请教一下王导，就是说吴冠中他90年那一次是第3次来新加坡，那么到他逝世前20年，后来他又有曾经来过新加坡几次了，还会留下一些其他的有关方面的资料。你是说影视资料吗？对。我们到目前为止就找到这一个。那有可能有一些什么新闻报道的零星半点，但是作为一个特写来讲，我们暂时是找到这一个。有没有可能现在因为像这些展览都是几年以后又重新再复展一次，那有没有可能王导再重新再拍一个纪录片？我倒是想王导下一次要策展的话，要邀请王导一起来策展。对，我觉得我在看您的这个纪录片以前看过那个画作，但是就看完了这个纪录片以后，我突然发现原来这么多的创作背景都在里面，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想以后重新去看一遍，感受肯定不一样。所以非常感谢这个主办这样的分享活动，非常受益，谢谢。谢谢。好。我们现在时间有限，只能再回答一个问题。好，谢谢。我觉得今天那个立凤做的节目非常好，非常棒哈，非常宝贵的一个历史资料。好，我的问题就是说呢，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位吴大师，他是带着江浙的口音的，您也是作为编导，我是想问一下你们如何处理这个口音语言上的一个文化？那比如说我们的成功的人或者伟大的人或者大师，他都会有口音，或者来自咱们中国五湖四海的人才也会越来越多，也会有口音。那么这个口音语音是不是一个重要特写元素的一部分？你们特意予以保留的？谢谢。谢谢你的问题。这个吴先生其实他当时我跟他做访谈，很多话我都听不懂的。
不过到后来我们回到电视台再跟他转译再写出来的时候，才慢慢的懂他讲的东西。所以口音是一点，但是观众怎么样能够接受呢？那个是我们最重要的考量，就是说他的口音如果是太重的话呢，我们重要的点可以 up sound， 就让观众听得到，让他自己讲，然后中间我们自己在旁述，再写得更清楚。这里的旁述是曾飞敏老师的旁述，非常清楚。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太大的问题了，口音。听着听着就会明白他讲什么了哈。